我爸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和我妈被扫地出门，奶奶不让我们带走1分钱。堂妹嘲讽我从此凤凰变野鸡。然而，我妈牵着我的手，上了首富外公的车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大2那年，我爸和旧情人破镜重圆，愉快出轨，连续半个月不回家。向来不喜欢我妈的奶奶趁机逼妈妈离婚。曹如霜回来了，人家现在可是有名的演员。你个穷山沟出来的闺女，还有脸霸占顾太太的位置啊！我听见这些话，咬牙切齿，不满的话呼之欲出。我妈却冲我摇头，她不动声色地插花，盯着花瓶底下的死水，面色清冷。离婚可以，让她亲口跟我说。齐明远一走半月，妈妈也联系过他，但任何话都没这句话有效，没有同意离婚有效。下午他就来了，我站在房门外，听见他决绝的声音：今天就去办离婚手续，越快越好，我不想让如霜等太久。我妈静静的，许久没出声。她等不及了，又说：实话实说吧，如果不是当年如霜跟我闹分手，我也不会一气之下向你求婚。你本来只是我们公司的小小员工，做了这么多年董事长夫人，也该知足了。我妈终于开口了，拿上证件，现在就去民政局。她说的果断，能听得出对这段婚姻的绝望，但很快又整理好情绪，坚定地说：周周必须跟我。齐明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可以。我和如霜也有一个女儿，我只想好好补偿那孩子。我脑袋嗡嗡的。他说他还有个私生女，他说他只想好好补偿那个私生女。那我呢？我齐周周不是他女儿。啪！房间传来响亮的巴掌声，老妈帮我狠狠打了他，打得好。离婚手续很快办完，齐明远给了我妈一笔钱，让她带着我离开别墅。可是我妈早就开始打包行李了，而且她还不要钱。我很郁闷。虽然听见渣爹那番话后，我对这个破家已经没有留念，但钱不要真的好吗？这不是便宜了渣爹？我妈无奈地冲我摇头，她那点钱有什么好稀罕的？要拿你拿，我嫌重。银行卡不重吧？贤格，行了吧？妈妈，你是豌豆公主吗？等等，好奇怪。老妈对金钱风轻云淡的样子，咋像极了电影里的 Old Money， 感觉完全不是我奶奶口中的乡下丫头呀。看来不愧是我妈，气质不一般。好吧，我也只能忍痛割钞票了。我回房间里收拾东西，到一半的时候，堂妹齐露忽然闯进我房间。出去，拽什么？这以后都不是你房间了。我来替小飞来监督你。小飞，你还不知道，大伯和如霜阿姨的女儿啊。她以后会搬进这个卧室，这个卧室的摆设都是她。你只许整理自己的衣服，其他的不准乱拿。知道了，私生女登门入室对吧？齐周周，你以后可不是大伯的掌上明珠了。大伯有了如霜阿姨，也不会再管你们。你只能跟你的穷妈过苦日子了。齐露挤眉弄眼地看着我，以后在学校碰见，可千万别跟我打招呼呀。我翻白眼，我啥时候跟他打过招呼？齐露见我不理他，转了转眼珠子，又想挑衅。我烦不胜烦，直接将他推开，滚一边去。齐露没站稳，被我推到地上，他顿时炸了。奶奶，齐周周欺负我。齐老太一听，很快过来骂我，一点教养也没有，不像小飞，又乖又懂事，当初就不该把你妈娶进门，祸祸我家基因。
我简直无语。我妈长得美，又聪明，会画画，会弹琴，会书法，甩她这个暴发户几条街。本想反驳她，我妈温温柔柔地叫住了我：“周周，收拾好了就走吧，你外公要来接我们了。”外公？我还有外公？咋从没听老妈提起过？我正疑惑，齐老太忽然冷笑起来：“王文雅，你跟孩子扯什么谎？你爹妈都是乡下人，他们来过几次省城，摸得着我齐家的大门吗？”齐禄也咯咯直笑：“奶奶，你别戳破伯母呀，乡下人也是要面子的。什么伯母，他已经不是的。露露，你记住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做你伯母。”齐禄点点头：“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姐妹。”他说完，瞅了我一眼。我轻哼：“谁稀罕呢？咱俩就不是一个气质。我天生漂亮。她已经进过几次整容所了，确实不像姐妹了。你，齐禄被我戳到痛点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嘚瑟什么？离开齐家，你就是凤凰变山鸡，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方便以后出来卖。真是好大一张脏嘴，怎么好意思吹自己是豪门千金啊？”我很想再教训他一下，可是又怕给老妈惹麻烦。毕竟我们离开齐家后，肯定会大不如前。如果得罪他们，我和老妈以后会更加困难。忍吧，努力忍吧。我咬紧唇，正要打碎牙齿吞进肚子，啪！好熟悉的响亮的巴掌声。抬眸，我妈已经优雅地将手收回。齐禄半张脸红透了。我妈把齐禄打懵了，他半晌没反应过来。我妈，整个齐家最低调、最温柔，他们眼里最好欺负的人，打了他。齐禄半晌没反应过来，倒是齐老太暴跳如雷：“王文雅，你作死啊！竟然敢对我孙女动手！她没教养，我替你教。”老妈抬起下巴，轻飘飘地说道：“还有你，齐老太太，下次再对我们母女指手画脚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毕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我长辈了。我的教养可不会用在倚老卖老的陌生人身上。”老妈目光倨傲，声音清冷：“齐老太傻了。”齐禄继续懵：“我帅爆了，碉堡了。”这时，别墅大门打开，一辆宾利开进来，我脸色顿时灰冷下来。我爸的车副驾驶还坐着一个艳丽女人，车停下，后座还下来一个少女。艳丽女人挽着我爸，我爸牵着少女，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。我爸幸福得像只泥坑里的猪。然而，当他见到我和我妈，脸色就变了。你们还没走？嫌弃的眼神尤其明显，我眼眶直接红了。我妈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。这时，我奶奶见到我爸，立刻告状：“明远，你可要管管，王文雅打了露露。”我爸看见齐禄脸上的红印，当时就火了：“王文雅，原来你一直以来的贤惠都是装的！”我气得想抓花我爸的脸。我妈抓着我的手，不叫我动。这时，对面传来娇软的声音：“爸爸，他们是谁呀？你原来的老婆女儿吗？那我和我妈算什么？”我看向说话的人，黑长直，无辜脸，眉眼竟跟我有点相似。我无法冷静。你就是我爸的私生女呀！他听见，脸色惨白，抓着他妈林如霜的手就要哭。曹如霜看见宝贝女儿受委屈，直接急了：“齐明远，这就是你的诚意，你对我们母女的爱。听听他女儿骂我们菲菲什么私生女，你还不撕烂她的嘴？”我爸本来就对我不满，林如霜这么一说，他直接对我扬起了巴掌。他人高马大，
比我和我妈都高出许多。我妈拦不住他，齐家的院子里，我也跑不掉的。跑，搞不好还会连累妈妈一起狼狈。我还是挨打吧。我咬着牙，闭上眼睛。齐明远，山不转水转，你今天欺负我和我妈，改日我一定……我心理活动进行到一半，忽然听见一声惨叫。啊！睁开眼，只见齐明远面色惨白地捂住膝盖。我妈踹了他。此时此刻，我无暇顾及其他人的状态，因为我傻了。我妈多爱齐明远，她膝盖不好，为他学针灸、配草药，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照顾着他。而现在，妈妈为了我踹了他的膝盖，这一切齐明远值得。反了，反了！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还竟敢踢我儿子！把行李箱打开，我要检查，绝不让你这个贱人带走我家一分钱。齐老太气疯了。我妈冷笑：你搞错了，自从嫁到你家，我花的每分钱都是我自己的。齐明远每个月给我那点钱，根本不够我半天开支。齐老太愣了。曹如霜看向齐明远，齐明远脸色复杂。王文雅，你当年嫁给我之前工资才多少？做了20年富太太，胃口变得这么大了。我妈嗤笑，开什么玩笑？你那点钱想养大谁的胃口？刚说完，随着鸣笛声传来，一排豪车陆续停在别墅门口。领头的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他朝我们走来，接过我和我妈的行李箱，毕恭毕敬地对我妈说：大小姐，我们来接您回家了。这话一出，全场震惊。我直勾勾地看着我妈，您到底瞒了我什么？齐老太半天没反应过来。齐明言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妈，他们叫你什么？我妈挪开目光，没理睬他。而这时，来接我们的叔叔开口了，声音正式而铿锵有力：文雅小姐是王洵先生的女儿，首富王家唯一的大小姐。他说完，鄙夷地看着齐明远，仿佛在嘲讽他有眼无珠。这一下，真是万籁俱寂了。齐家人脸色都僵了，我也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王洵，首富王洵，那个集科技、酒店、餐饮、娱乐的王氏集团董事长，而齐家只是经营着一个酒店而已，差了10万8千里呀！妈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也是震惊啊，这有啥不能说出口的？换作是我，天天挂在嘴边炫耀。对不起，肤浅了。我妈点头，待会再跟你解释。可是我已经管不上啥解释了，我已经起飞了。我外公居然是首富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这时我看向齐路，谁凤凰变山鸡来着？齐路咬了咬唇，注满玻尿酸的脸几乎要扭曲了。而这时，曹如霜发出一声冷笑：据我所知，王洵先生的女儿一直在国外生活，你撒谎都不知道事先调查。他满脸鄙夷，一副瞧不起我妈的样子，真是家庭主妇当久了，把脑子也当掉了。他说的自信满满，齐家人也动摇了。如霜阿姨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首富女儿在哪里？齐路问。有人质疑曹如霜，齐明远立刻接话：当然了，你如霜阿姨刚拿到王氏旗下的代言，还见过王洵先生。齐老太一听，分外惊喜，这么说，他跟王洵先生很熟了？还行吧，曹如霜故作谦虚。那你说的肯定是真的了，不愧是明星，就是有人脉。齐老太顺了口气，瞪了我妈一眼：你可真行，还敢来这一出，想骗我们给你下跪啊？
可不是吗？母女俩都很恶心。齐禄附和，齐妃也娇娇弱弱地开口：“爸爸以前的妻子怎么满口谎话？”齐明远冲我妈横眉冷对。曹如霜轻笑道：“王文雅，你要是首富大小姐，我就是首富二小姐，劝你快滚，别搁这丢人现眼了。”我怒了，我握紧了手机，该砸哪一个呢？正气得不行呢，我妈却风轻云淡。她如画的眉眼，略显几分无奈，吩咐身旁的叔叔：“我爸也来了吧，叫他下车认二女儿了。”齐家人笑我妈不死心，笑话我妈是否还找了冒充首富的人。而我的渣爹齐明远更过分，他让我妈别那么虚荣，就算虚荣，也要看自己面对的是谁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在如霜这种见过世面的女人面前，充什么大脸？他刚说完，我妈脸色微微愠怒。曹如霜得意非常。可是这时，一个身形硬朗的老爷爷拄着拐杖走下豪车，他头发苍白，却梳得整齐，一身西装，显得精神抖擞，皱纹横生的脸依旧透着英气。这不就是首富王寻吗？那张被各大媒体宣传 N 次的脸，谁不认识？爸，我妈的声音透着哽咽。她不管任何人，扑到外公怀里，像个孩子。见到此情此景，我呆呆地站在原地。齐家人在风中凌乱，尤其是曹如霜，他瞪大了瞳孔，脸色尴尬又慌张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齐老太拉扯着齐明远：“我老花，你看清了，真是首富。”齐明远紧皱着眉，脸色铁青的点头。齐老太猛地拍腿：“哎呦，儿子，你是首富的女婿呀，还愣着干嘛？把文雅追回来呀！”曹如霜脸色刷白，气愤地看向齐明远：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已经和如霜领证了，菲菲还在，渣爹深情了一辈子，他可不能在这时掉链子。呸！我就没见过私生女和小三登堂入室的，你妈我也是原配，你别打你妈的脸。”齐老太变脸，比川剧还厉害。曹如霜咬着唇，面如死灰。齐妃委屈的泪流满面。与之相反，齐老太对我慈眉善目了。周周呀，以前都是奶奶不对，我鬼迷心窍了。你跟你妈妈说说，原谅奶奶和爸爸，好不好？对了，齐禄，你也来跟你姐姐道歉。小小年纪就嘴臭，你大妈扇你是应该的。齐禄的脸已经不只是扭曲了，他恨不得吃了我。齐老太诚心悔过，但我妈可不吃这套，我外公更不吃。我女儿和齐明远已经离婚了，你们齐家人少来套近乎。外公的声音怒中又透着绝对的威严。齐老太心虚地低下头，而同时，外公又看向曹如霜，打量着他。我纳闷，何时多出你这么个女儿了？曹如霜垂着脸，曾经多么骄傲，现在就有多么无地自容。王先生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想解释，但外公完全不听。行了，王氏跟你的合约就此取消。曹如霜差点没站稳。我知道他干嘛这么紧张，他一直在国外发展，不温不火。王氏的资源是他回国后最大的王牌，现在没了。王先生，您这是假公济私。凭如霜的知名度和才华，你们集团不要他，将会是巨大损失。齐明远始终护着曹如霜，像个大情圣，因此我能理解，恋爱脑上头的人是会说一些蠢话。对他，外公只是冷笑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了。他甚至不愿意跟齐明远废话。齐明远不死心，甚至叫住我妈：“
文雅，我求你阻止你爸。这么多年，对如霜念念不忘的人是我，如霜是无辜的。他努力了那么久，才有今天的事业，我不能让他受任何影响。我妈攥紧了手，我好生气，上去就是对，他无辜，我妈就不无辜。你们真爱无敌，我妈就活该被当傻子忽悠。齐明远怔了一下，像是被我说住，但我看不出他任何愧疚之心。他依旧坚持他那套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妈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懂如霜事业上的艰辛？家庭主妇，我妈是为了谁做家庭主妇？她又美又有才华，齐明远还不知道呢。我妈经常在家里画画，我悄悄看过她的作品参赛。意大利名师更是向我妈发来过邀请，但我妈无动于衷。就为了照顾这个婆家，除了我，还有蛮不讲理的婆婆，寄人篱下却麻烦又是多的歧路，最后就换来这。我转头看见妈妈眼底红红的，我心疼的不行。我的妈妈那么好，为什么会碰上这种男人？幸好有外公在，我心疼妈妈，外公也心疼女儿。他带我们离开之前，把保镖都派了进来。远远的，我都能听见齐明远此起彼伏的惨叫声。齐老太哭喊着：“不要打我儿子！”曹如霜拉着齐飞，不敢上前。齐路更是跑得更远。总之就是一盘散沙。齐明远，以后除了你妈，再也不会有人爱你了。我让妈妈不要哭，她笑着说：“这是最后一次。”后来，外公带着我们回家了。我们真正的家是一幢超大的花园别墅，完全就是现实版的唐顿庄园。外公拄着拐杖，陪我高高兴兴地溜达一圈。但晚上的时候，齐明远竟然联系我了，我以为他被打清醒了，打电话过来是道歉。虽然我不会原谅他，但也想看看他乞怜的样子。电话接通，他果然特别殷勤。周周，在外公家住的还习惯吗？不习惯。你要来接我回去吗？我假装哄齐明远玩，他果然慌了。这个，你如霜阿姨和菲菲已经搬进来，这样吧，如果你不想住在外公家，爸爸给你买个小公寓，好不好？我去你的吧，我真想隔空扇他。不用了，外公家很好，花园很大，房间很大，我专用的厕所都比你的卧室大。也亏我妈受得了，陪你过穷日子，真是福气。她不觉得我妈天天待在家里是家庭主妇吗？那我就让知道，我妈待在她家那是屈尊降贵，她还不识好歹。确实委屈你妈了。齐明远坦然承认错误。我纳闷，他这人很固执，从来不会道歉，尤其对晚辈。今天怎么？我正疑惑，却听见他说：“周周啊，你能不能跟你外公美言几句，别撤如霜阿姨的合约？”我哽住，难怪了，也只有为了小三，他才有这么好的脾气。你让我帮小三说话，你有病吧？我没按耐住脾气，齐明远差点被我惹怒。你小孩子家家，说话别那么难听。你如霜阿姨人很好，善良又有智慧，你跟她接触接触就知道了。我气笑了，她让我跟小三接触，难道我妈不善良，我妈没智慧？对了，你们学校不是要举办编剧大赛了吗？我皱眉。编剧大赛是我们专业最有含金量的赛事，评委都是国际大牌编剧。他从来不关心我学习，怎么知道？菲菲在国外也是学编剧的，她转去你们学校了。我泄了气。哦，原来还是为了私生女。如霜阿姨在国外认识很多名编剧，搞艺术的，大多人自命清高，这种人脉
钱是买不来的。只要你帮帮如霜阿姨，我会让她给你介绍一个名师指导。我们周周至少得拿个第2吧。齐明远故作和蔼可亲，还给我抛出了鱼饵，确实挺诱惑人的。但他是我爸呀，他为我做事，为我找老师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竟然要我交换条件，而这个条件竟然是帮小三伤害自己的妈妈。我好寒心，你凭什么觉得我是第2？我很不爽。他好像觉得我很没用一样。我就是随便一说。菲菲也很厉害的，她从小跟她妈在片场，又聪明又讨喜，小小年纪就会帮人改剧本，她字里行间都是对齐飞的骄傲。但她不知道，我10岁就获得过小编剧奖。齐飞可以的，我也行。我到底还年轻。没忍住，把齐明远的那些话哭着告诉了妈妈。我妈抱着我，久久无言。那晚我们聊了很多，我终于知道她这么多年不告诉我她身世的原因。因为她一意孤行嫁给齐明远，因为外公却专横独断让她嫁给世交之子，一气之下断绝关系。总之两边都有错，两边都是狠人。转折发生在2个月前，外公身体不好，通过管家劝解，我妈床前尽孝，父女俩这才冰释前嫌。话虽这么说，我妈还是很悔恨。说到底，还是齐明远不值得。周周，编剧大赛，你准备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其实我有点担心。我的目标是拿第1，其他同学的水准我都清楚，但齐飞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水平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不想输给他。有什么不顺，可以跟妈妈说说。我妈贴心地说，她永远明白我。说到底，我还是对自己的内容不够自信。我觉得我的剧情不够惊艳，没有让人特别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我怕抓不到评委的心，我经常跟妈妈聊这个，她总能给我很好的启示。所以以前我就觉得他是个天才，全是齐明远耽误了他。但没想到这次更猛。我给你个宝贝。什么？我正疑惑，我妈从抽屉掏出一本笔记，我翻开，上面是我妈写的清秀字体。再一看内容，我惊呆，这都是一些描述精彩的对话和桥段。这些事，我妈脸红红的，有点害羞。就我灵光一闪做的笔记，你瞧瞧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了，太刺激我大脑了。懂的都懂，编不出故意的时候，好作品总能给你启示。我妈简直大师，她怎么不去当作家呀？她太屈才了。第2天，我抱着妈妈的笔记拜读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我竟发现右下角写着一个名字，伊华，这是一位知名作家的笔名。他的书曾经获得过国际多项文学奖，过去5年都挂在全球最畅销的榜单上。难道我妈也喜欢他？毕竟我也经常把喜欢的作者笔名写本子上来着。周一，我去学校上课，果然齐飞也在，他身旁还有齐路，他正在拍齐飞的马屁。菲菲，我真羡慕你，你妈妈是演员，外公是艺术家，简直就是书香门第，演艺世家呀。齐飞被人吹捧，原本满是得意，但我一出现，他脸色就变了。大概因为我现在是首富外孙女吧。齐路马上又说，菲菲，你是天之骄女，有非凡的人脉，你外公认识的艺术家，那都是清高的人，可不是用钱就能交往到的，你才是真正的贵族。这话说到齐飞心里去了，他微微一笑，你太夸张了，不过我外公确实认识挺多的人，那个伊华你知道吗？知道呀。
写密室的女作家，全国畅销呀，好多名人都喜欢她呢。不过听说她很低调，从来不接受采访的。齐路如同超级粉丝，噼里啪啦说一大堆，气氛渲染到位了。齐飞才傲娇地说：“我外公就认识他。”齐路从虚伪的夸赞转而进阶到真诚的羡慕，然后他又把矛头指向我：“菲菲家手握这么多文圈人脉，他的指导老师一定很厉害，编剧大赛的冠军肯定是菲菲的。某些人就不要妄想了。”我冷笑：“哦，那就拭目以待。”有一说一，我本来确实有点担心，但我自从翻了老妈的笔记后，好像获得了能量加持，获益匪浅啊。而这时，我看见齐飞眉头轻轻一拧：“怎么？”他见我不慌，着急了。我正冷笑，他忽然扯起嘴角，悠悠地说：“外公告诉我，一华也是评审团的一员呢。编剧大赛开始之前，外公会把我引荐给他。”我丢，他居然想走后门。那个神秘的一华真的会帮他吗？时间很快到了编剧大赛当天，我们早已提交了剧本，马上就是公布名次的时候。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坐在一起，这时场内突然躁动起来，好像有明星来了。曹如霜和她老公，没一会，全场聚焦点都在他们身上。齐明远和曹如霜亲自来给齐飞加油。呵，从小到大，齐明远可从没来学校看过我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跟我坐一块吧。齐飞拉着他俩走向台下的位置，经过我身边时，我瞥向齐明远，他假装没看见我。怎么？不敢认？怕尴尬？哼，我偏不让他如愿。所以在齐明远要躲过去的时候，我甜甜地叫了声：“爸爸，你来了。”齐明眼脚步一致，面色惊恐又埋怨地看向我。我吐了吐舌头，假装调皮：“怎么？怕我让他丢脸吗？怕我让别人知道他抛妻弃女？”这时，同学忍不住问我：“周周，齐氏酒店的董事长，原来是你爸呀？那你和齐飞是什么关系？”齐飞和曹如霜脸色很难看，尤其是齐飞，他委屈巴巴地看着齐明远。我知道他怕丢脸，怕私生女的身份曝光。曹如霜脸绿油油的，恨不得吃了我。在其他人询问目光中，齐明远扯着僵硬的嘴角，笑着跟别人介绍我：“这是我的干女儿，朋友家的干女儿。”我手指陷进座椅里，眼角酸胀，胸口闷得说不上话来。曹如霜和齐飞脸色顿时好看了。曹如霜还阴阳怪气地问我：“周周，你妈妈怎么没陪你？今天这么重要，就算她不懂剧本，也应该陪着你啊。”我冷嗤：“我妈不懂剧本，你懂？她怎么懂这些？又不是你。”齐明远接他的话：“那可不一定，王家有钱，各种熏陶少不了的。”呵，想太多，她有这份造诣，还能做这么多年全职太太。齐明远陪着曹如霜一唱一和，贬低我妈。齐飞趁机推着齐明远离开：“爸，走啦，我们去见见外公，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受邀嘉宾呢。”说完，得意洋洋地冲我看了一眼，我眼底几乎要溅出火花。正要做些什么时候，场面忽然沸腾起来，只因有人说一华来了。那个神秘的天才作者，多项国际大奖的获得者，全球最畅销作家之一，大家都想知道他长什么样。我下意识回头，我妈恰好站在大门中央。老妈一改朴素风格，她今天穿着长裙，还戴着钻石项链和耳坠，头发高高挽起，如同气质典雅的高贵公主。我同学也有见过我妈的，宝。
你妈妈好漂亮啊，阿姨简直像仙女下凡。我虚荣心大大受到了满足，立刻奔到我妈怀里。别管我了，我就是妈宝女。当然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故意安排，我竟然瞥见齐明远微微失神的一瞬间。呵，总有一天他得承认自己眼瞎。我妈比曹如霜漂亮多了。你好啊，文雅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我听见老麦的声音，是齐飞扶着的老人，这大概就是他口中的外公。可是，他认识我吗？我眼神奇怪地看着老头子。不仅是我，曹如霜和齐飞也很奇怪。爸，你认识他？外公，今天是我的大日子，待会一华还要来，你注意点。老头子阵阵无语，他郑重地说道：“他就是一华呀。”瞬间，空气凝滞。我也傻了，他说什么？我妈说一华。一华是我见过最有才的人，他不仅会写小说，还会写剧本，我好几个剧本都有请教过他。然后他就报成了几个名字和内容，全是爆剧和经典桥段，这都是出自我妈之手。我的天！我看着我妈，震惊、激动、膜拜。你不是我妈，你是我的神。但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妈，怕你有压力。好吧，确实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同学都纷纷跑来，让我妈签名。老师也不端着了，他们其中也有很多我妈的书粉。一华老师，我好喜欢你的文笔。一华老师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，给书里的星号重开一个结局吧？我舍不得他死啊！一华，能不能来我们学校做老师？我给你腾位置。华姐，啥也不说了，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我被挤到了外面。这哪是编剧大赛，这简直就是我妈的粉丝见面会。这时，齐飞的外公还在喋喋不休，炫耀我妈的光荣事迹。一华还是个全方面开花的天才，他在书法上也很有造诣，曾经一幅仿颜真卿字体被拍出高价。提到造诣，齐明远之前怎么说来着？我妈但凡有什么造诣，也不会是全职太太。呵，我就想问，她的脸疼不疼？全职太太怎么了？也照样吊打你们？我看见曹如霜和齐飞冰冷阴沉的脸，还有齐明远，他满眼惊诧地看着人群中央的我妈，眼底乍现一抹怅然若失。我以为我看错了。齐路来回踱步，眼巴巴地望着人群。我知道他也很想要签名，他竟然也是我妈的小粉丝呢！哈，一群跳梁小丑。编剧大赛颁布名次，我的剧本凭借剧情精彩又抓人，在人气选票和评委打分拿到了第一。齐飞则剧情逻辑不行，只拿到第9，面前进前10。呵，齐明远还把他当骄傲呢。由于编剧大赛广受关注，到场也有不少记者，他们蜂拥而至采访我，还有亲爱的妈妈。相反，身为明星的曹如霜备受冷落。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，母女都这么漂亮又有才华，父亲真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方便透露父亲是谁吗？这时我瞥向齐明远，分明看见他眼神亮了一瞬。我嘴角扯过一抹微不可察的讽刺。我的父亲刚刚说我是他的干女儿，朋友家的孩子，我哪有什么父亲？我和我妈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，知道很遗憾，他去世了。说完，我微笑地看着齐明远，他的脸色又黑又红。是啊，一个从没尽到责任的父亲，可不就是死了？这事之后，齐明远越发奇怪了。他经常偷偷联系我，
他比以往更加关怀我，问我学习、身体、生活方方面面。我会接他的话，不是接受他的转变，而是看戏，因为他对我的关心最终都会绕到我妈身上。然而，我也会把电话录下来，转发给曹如霜，静静的看白月光，变成了白饭粒，还挺好玩。但我妈没我这么无聊，她开始涉足外公的产业了。只是她这么多年对集团没有任何功劳，集团董事会不信任她。在此之前，她必须接受一次考验。考验项目：一个濒死的酒店。老妈只要能把酒店救活，盈利增长10%就过关。但老妈很有志气，她说50%。因此，她开始早出晚归了。有一天，她还没回来，我就接到了齐明远的电话：“周周，你怎么不管你妈？她现在天天在外面鬼混，跟男人一起吃饭。注意你的用词。”我非常不爽。谁鬼混了？你特么一个出轨男，凭什么管我妈？你妈最近跟鸿盛酒店的老总走得很近，她是不是想再婚了？齐明远声音黯然，有点提不起劲的感觉。我，呵呵，关你屁事。当然了，齐明远猜的也没错。当天晚上，妈妈的确是被人送回来的。我趴在窗上瞧瞧看了，那男人40来岁，英俊挺拔，很有熟男魅力，跟我妈还挺般配的，挺好的。我希望妈妈离开齐明远后能过得特别幸福。后来，我追着老妈问东问西，她就是含糊其辞。估计是害羞，以后就好了。我就等我妈通知我，她找到幸福了。然而半年后，恋爱通知没等到，我却等到了妈妈把酒店盘活的消息，并且营业额增长60%。董事会正式认可她，满新闻全是，知名作家成企业女强人，年度最有能力的家族接班人。不仅如此，妈妈的光荣往事也被扒了出来。王文雅的全能人生，画作被知名美术馆收藏，书法被拍卖高价，全球知名作家，商业新秀。不要说别人，我看的都酸了。但是好像缺点什么，美好姻缘呢？那个经常送老妈回家的叔叔呢？我可是百度了鸿盛酒店，他家老板是个隐形富3代，跟我妈挺般配的。难道掰了？我不甘心，跑去王氏顶层的办公室，问我妈。老妈正在看文件，听我提起，似乎才想起来。哦，他呀，他怎么了？他疑惑地问我，你不是在跟他谈恋爱？什么？谁跟你说的？我看见的呀。他经常送你回家。我妈，我跟他炒作呢。啥？炒作？我们走得近，外界就会猜测2家酒店会不会合并，这样对我们当时快倒闭的酒店很有好处。我妈牛啊！那个叔叔也知道吗？我妈摇头，他靠近我，只是为了我的家业，甚至还想从我嘴里套内幕消息。啥？那男人看着成熟英俊，居然一肚子坏水。呸！真下头。周周，妈妈眼瞎了一次，就不会再眼瞎第2次。为了你，为了外公，更为了我们一家，妈妈会时刻保持清醒，也会更加努力的。此时此刻，我看见妈妈眼里有光。自食其力后，我才渐渐明白，那束光来自心上，它会照亮你想要走的路。17，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。齐明远从偶尔的打扰变成经常的打扰。刚开始，他还只是跟我套老妈的事情，后来就变本加厉。他居然让我约妈妈，他是不是疯了？
他都跟曹如霜结婚了。哎，你是我女儿，难道你不希望妈妈跟你自己的爸爸在一起吗？不希望。我挂了电话，又一次把通过记录发给了曹如霜。虽然他每次都会打电话来骂我，但我知道他不会拉黑我的。哎，我真无聊，真记仇啊！终于，曹如霜忍无可忍，跑去酒店跟他吵。齐家鸡飞狗跳，齐明远生意也受到了影响。他做了一次错误的决策，酒店转型失败，濒临破产。很多人盯着收购，而齐明远只对我妈殷勤。他一出手，低价收购了酒店，因此齐明远误以为我妈接受了他的心意，幻想能跟我妈重新开始。结果我妈：齐总，我们不是正常做生意吗？你让我给你那么低的价格，我做生意还价，有问题吗？齐明远后来他拿着剩余资产陆续投资，想要东山再起，又赶上行情不好，他心又大，直接破产了。曹如霜天天跟他吵架，没钱没感情，白月光变成白饭粒，啥也不是。后来曹如霜被狗仔拍到出轨，名声一落千丈。齐飞受不了父母天天和学校的富二代混在一起，也不好好写剧本了，想进娱乐圈，又因为他妈老来塌房，导致他门路紧闭。毕业后，他不知道去了哪个剧组打杂。至于齐路，他一直都很聪明的，现在正跟好几个有钱人同时交往，其中一个还有正牌女友，来学校找他，骂他是卖的。我真的感慨，天道有轮回。有一次，我和我妈在车上看见了齐老太，她正在挑菜叶子，看见我们大喜，眼看着就要朝我们追来，但绿灯一闪，我们的车开走了。她落寞下来。最后一次看见齐明远，是我在影视城工作的时候。齐飞在小剧组打杂，每天赚得不够花，3天2头找他要钱。我看见他的时候，齐飞刚把他的钱搜刮去。他满眼失望地看着深受自己喜欢的女儿的背影，连连叹息。但没一会，他又要回到岗位上。大夏天，他穿着太监服，站在太阳底下暴晒。看见我时，他尴尬一笑：我年纪大了，做别的没人要，只能干这个。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他却很想跟我套近乎。大家都说你是年轻编剧里最厉害的，爸爸很为你骄傲。他自称爸爸，被其他群演听见了。那名群演很惊讶：不会吧？齐边是你女儿？齐明远意味复杂地笑了笑。他刚要说话，我却抢了过去：干女儿罢了，小时候乱认的。说完，我看见他红了眼眶，但我心里毫无波澜。你这个爸爸，我早就不要了。你给我的伤害，我统统还给你。剧组杀青，我收到了妈妈的鲜花。走出门，见她穿着风衣，戴着墨镜，飒爽地靠着红色法拉利。宝贝，老妈休假，带你自驾游。太棒了，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